当你觉得命运进度卡住了，往往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已经不在命运进度里面。你还在拼命前行，但那个曾经清澈有力的你，却像失联的频道一样，渐渐听不见了。不是你没努力，而是你正在用错的频率过日子。当内在实相与外在行动逐渐脱节，频率开始错位，灵魂就会以最能穿透你防备的方式，让你听见它的声音。错频并非瞬间巨变，而是岁月中的微幅偏移，1毫米的让步，1度的压抑，1赫兹的自我背离，最终让你与灵魂频率渐行渐远。若无精准觉察与对齐，所有努力皆如逆流行舟，寸步难行。当我们陷入困境，第一反应往往是将原因归咎于外部，例如运气不好、环境不利、他人不够支持等等。然而，很少人意识到，那些看似无从解释的混乱与停滞，往往源自于内在频率的错位。命运的转折，实际上是需要重新与灵魂连线才能实现的。今天是时候启动一场灵魂频率的重新校准了。我们一起深入觉察，勇敢面对那些偏离灵魂频率的细节。这不只是一次疗愈，而是一场关于你是否能夺回内在主控权的革命。这一次，你将重新拾回那张遗失已久的灵魂蓝图，并以它为导航，留回自己该去的方向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卡罗琳·米斯博士，美国的直觉医学研究者、灵性导师与多本畅销书作者，最为人熟知的著作为1996年出版的《灵魂的解剖学》。这本书开创性地将基督教的7大圣礼、印度的7脉轮系统，以及犹太教卡巴拉的生命之树融合为一个整体架构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灵性医学语言，也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核心观点：我们的身体不只是肉体结构，而是一份完整的灵魂地图。米斯博士指出，人体的每一个能量中枢不仅关联着器官与神经系统，也对应一个具体的灵魂功课，包括信任、自我认同、人际界限、爱与原谅、表达真相、直觉能力，以及与神圣的连结。当我们与这些内在真理脱节时，能量就会卡住，进而反映在身体的病痛与情绪紊乱之中。他的研究指出，疾病不只是身体出问题，更是灵魂失衡的信号。每一个脉轮对应的能量状态，会在我们的行为与情绪中留下痕迹。金钱困难常与海底轮的安全感有关，反复受伤的关系源自第2脉轮的连结障碍。而当你总觉得说不出真心话，或失去前进的方向感，往往是喉轮与眉心轮的能量被阻塞了。这些关于金钱、爱情、方向感的人生课题，不是单纯的外在问题，而是灵魂频率透过身体发出的提示，试图告诉我们：你走远了，请回来。身体是灵魂说话的语言，当我们学会阅读它，我们也就学会了如何理解自己最深的渴望、恐惧与伤口。这不只是对健康的重新定义，更是一种回归内在权威的开始。灵魂的解剖学不是在教我们逃避人生的混乱，而是教我们看见那混乱不是偶然，是灵魂在发生。我们的选择、情绪、压抑与渴望都会形成一股能量流，当它长期与灵魂的节奏不符，频率便会错位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实际可感的命运停滞。你越努力，却越偏离核心。命运这时不再推你向前，而是透过挫折、倦怠，甚至身体的不适，反复提醒你该回头了。错频
不是一种模糊的灵性用语，而是一种实际可观察的内在脱轨。当你觉得累了，请先不要再逼自己坚持，先停下来，安静地听听身体真正要告诉你的话。身体的疲惫，往往不是因为做得太多，而是你没有照顾到真正的需要。让自己快乐，是让能量重新流动的开始，也是让灵魂重新说话的机会。当你勉强自己出席一场让你不自在的邀约，投入一段明知会受伤的关系，或继续一份消耗生命力的工作，只因为应该或大家都这么做，其实你已经悄悄背离了让灵魂自在流动的频率。卡罗琳·米斯博士强调，灵魂错频的最大征兆是你开始用角色活着，而不是用灵魂活着。你变成了好员工、好朋友、好伴侣，却越来越不像自己。你努力满足每一个外在的期待，却从未回头问自己：这是我要的吗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虽然生活看似稳定，表现优秀，内心却始终感到空虚、焦躁，甚至身体频繁出现无名病痛。因为你与自己的灵魂已经失去同步。当你发现自己常感到疲惫，却查不出病因，情绪频繁起伏，做决定总是困难，甚至一再重复遭遇同样的关系难题或事业瓶颈，那就代表灵魂正透过这些方式提醒你该调频了。重新对齐，不是从头开始，而是从觉察开始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深入探讨你可能忽略的直觉，那个最清楚知道方向的声音。卡罗琳·米斯博士在《灵魂的解剖学》中明确指出，直觉不是模糊的灵感，而是一种精确而神圣的导引力量。他将直觉视为第六脉轮眉心轮的能量中枢，是灵魂与个体意识之间最清晰的通道。当我们无视这个通道，灵魂便难以将讯息传达至日常决策之中，于是人生开始偏离，错频就此展开。你是否有过这种经验？在一个选择之前，内心闪过一丝抗拒或不安，但你选择无视，继续前行，那就是直觉。它不会用语言大声告诉你该怎么做，而是透过身体的紧缩、心口的沉重，甚至是一个梦境中的片段画面，试图唤醒你。但若你总是用理性反驳那些感觉，用别想太多压住心里的声音，久而久之，这道来自灵魂的指引就会慢慢变弱，直到你无法再听见它。米斯博士提醒我们，每一次背叛直觉，都是灵魂能量的一次流失，因为直觉是灵魂语言中最诚实的频率，它比思维更快，比情绪更准。唯一的条件是，你愿不愿意相信它。人格会追求稳定与控制，而灵魂只渴望真实。当这两者相互拉扯，你若选择外在期待大于内在感受，那么你便踏上了一条逐渐错频的路。真正的错频，不是你不知道，而是你明明知道，却选择不听、不信、不跟随。而回归直觉，不是去学什么神秘技巧，而是从现在起，对那个我其实知道的微弱声音，保持诚实与尊重。想让直觉变得更清晰，你不需要追求外在的灵性技巧，而是要重新学会倾听自己的感受。当你感到混乱时，不妨放下思绪，回到当下的身体经验，去感觉这件事让你呼吸有组织感了吗？这个人让你肩膀紧绷吗？当你拥抱他人时，是否能完全放松？你的心是感到温暖敞开，还是不自在地想逃走？这些微小的生理讯号，就是灵魂在你体内留下的提醒。每天留出5分钟，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让我感觉怎样，而不是我应该怎么做。你会开始发现，真正的指引其实早就出现，只是你以前习惯忽略它。直觉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而是每一次聆听，每一次相信自己的积累，慢慢培养出来的灵魂感知。让自己慢下来，
成为一个能听见的人。所有的讯号其实从未中断过，只是你终于准备好听见了。真正的频率调整，不是剧烈翻转人生，而是将日常变成对灵魂诚实的练习。它不是一场激烈的破坏与重建，而是一场温柔的回归。给自己一段真正不被打扰的时间，静静去听那个总被你按下静音键的声音，那个曾经提醒你这不对，我不要这样的你。它不会大声逼你选择，但会在你停止讨好、暂停分析与自我怀疑时出现，轻轻地说：“我还在，请你听见我。”行动是频率的引擎，你不需要等待灵感降临、条件成熟，灵魂其实一直在等你开始。那封一直未回的讯息，那个总觉得太早的决定，那个你不敢承认其实很想要的梦想，只要你迈出一步，哪怕很小，都会带动能量流动，让你感觉我动了，我在回来的路上了。许多错频源自于那些你口中说出的好，心里却在抗拒的瞬间，那些你明知道该说不，却为了安抚别人而妥协的习惯。当你为了短暂的平静牺牲真实的自我时，灵魂就开始沉默，留下你孤身一人，被困在一个与自己不相符的现实中。重新对齐，不需要你激烈反抗什么，也不必急于改变人生。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轻声对自己说一句：“这不是我要的”，你就已经开始转向回家的路了。你的身体是你最诚实的指南。当你开始深呼吸，缓缓伸展，去散步，流点汗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，其实都是让你回到当下，重新感觉自己存在的方式。这不只是舒缓压力的动作，而是重新校准你的频率，是灵魂重新对自我的接纳。这时你会发自内心地想说出：“我回来了。”你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齐声喝彩。你想起了那个曾经闪闪发光的自己，那时候的你活得真实，活得舒畅，活对了频率。你见过那时候的自己，这一次你终于又回来了。当你不再迎合世界，而是开始迎合灵魂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的痛苦、疾病、失落，原来从未是惩罚，而是灵魂温柔又坚定的提醒：你偏航得太远了。卡罗琳·米斯的智慧让我们明白，灵魂不是遥远的宗教符号，也不是某种神秘学语言，它就藏在我们的选择里。每一个真实的回应，每一次觉察，每一刻不再压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正在向灵魂靠近。频率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你每天做的选择、说的话、走的方向。当你的频率与灵魂对齐，命运就不再是外部的推力，而是一股内在的流动感。你会发现，改变命运的不是拼命追赶什么，而是你能否活在那个与灵魂一致的节奏里。回到灵魂的频率，不需要重新开始，也无需改变你是谁，只需允许那个一直都在的你再次主导方向。那一刻，所有的错路都将变成正路的转弯，所有迟来的回应都在等待你频率对齐的那一秒。当你每一个决定都让自己更轻松舒展，每一句话都来自内心真实的感受，每个动作都让灵魂感到自由，你的笑声会变得更清澈，你的气场也会越来越轻盈。就在这样的频率里，你的命运开始流动，不再费力，不再阻塞，因为你终于与自己对上了节奏。你不是来这个世界受苦的，也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，你来是为了展现灵魂原本的模样，真实、自由、流动。人生不需要靠磨难才能觉醒，但每一场病痛与低潮却总像闹钟一样，在提醒你，那不是你的频率。你委屈太久了，你忘了自己是谁，你忘了快乐不是奖励，是导航；轻盈不是懒散，是对齐。真正对频的人，不是外表多成功、多稳定，
而是内心松弛，身体轻盈，选择清明。他们说话不疾不徐，做事不为取悦，即使沉默，气场也是干净的。他们活得像水，不是柔弱，而是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你也可以是这样的人，不需要重来，不需要蜕变，只要回来。你该有的样子，不是伪装过的，而是那种一站出来就让人感受到，这就是你。你没有扮演谁。当你对了频率，世界不一定立刻改变，但你会先感受到内心的轻盈，像水一样开始流回自己的方向。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没那么费力了，关系开始流动，机会悄悄靠近，那些原本难以打开的门自然地敞开了。你终于回到了正确的频率，你不再与自己为敌。所以请你记得，你不是迷路了，只是暂时忘了自己内在的方向感。灵魂从未离开，它一直静静站在你生命的最深处，不催促，不责备，只等你肯停下脚步，看它一眼。它只问你一句：你还快乐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回来吧。不是回到过去，也不是回到别人眼中的样子，而是回到你自己，回到那个不必再证明什么，不再怀疑，不再讨好世界的你。为了那个愿意转身的你，为了那个从未离开，只等待你张开双臂的灵魂。